朋友们，我来问大家一个很真实的问题：决定你后半辈子活得好不好的到底是什么？是银行里那几百万存款，还是你名下那几套收租的房子？或者你觉得只要心脏没毛病，脑血管不堵塞，那就万事大吉了？其实通通不是。真正决定你晚年能不能跟着旅行团到处看风景，能不能轻松抱起亲爱的小孙子，甚至能不能自己走去街口买一把青菜的，是你身体上最劳累也最容易被你忽略的部位，就是你的双腿。多年深耕健康领域的老专家，结合几十年的临床观察，得出了一个非常扎心的结论：我们身边的长辈超过80%的晚年痛苦，根本不是老了的正常现象，全是从双腿机能崩坏开始的。他见过不少当年风风光光的人，就因为在浴室里不小心滑了一跤，髋骨摔坏了，后半辈子只能躺在病床上眼巴巴望着天花板。也见过很多善良的老妈妈，因为膝盖痛得站不直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孙子在地上哭闹，自己却连弯腰抱一抱都办不到。双腿一旦报废，你的活动范围就会从整个小区缩到一间卧室，最后只剩下一张床。但你先别慌，今天这期内容，我就是要来颠覆你的认知，告诉你一个被大量研究证实的真相：双腿衰老不仅可以预防，更能通过你日常的小动作重新扭转回来。接下来我不讲那些空话，只讲干干脆脆的实操方法，让你不用花冤枉钱，每天花几分钟就能把双腿的力量重新找回来。如果你关心自己的健康，记得点个订阅，打开提醒。觉得有共鸣的朋友在评论区打个1，也欢迎你留言聊聊自己的困扰。很多人误以为腿脚不方便是老了的标配，这是大错特错的。研究早就发现，人过了65岁，如果不做任何干预，腿部肌肉每年流失的速度可能高达1%以上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不管它，短短几年内，你出门可能就需要拐杖了。再往后，轮椅可能就是你唯一的代步工具。那到底是什么在悄悄偷走我们双腿的寿命？除了年纪，主要就是我们生活中3个不容易察觉的帮手在捣乱。第一个是静态生活带来的坏循环。现在太多长辈退休以后的日子，就是从床上换到沙发上，每天坐在那里追剧、刷手机里的短视频，一坐就是大半天。你以为是休息，但在养生专家眼里，这跟慢性伤害没区别。当你坐着不动超过2小时，腿部的静脉血管会受到压迫，血液回流阻力变大，静脉血积在小腿里，不仅容易引发血管突出，更可怕的是，你的大腿肌肉因为长期不用，会按照用进废退的自然规律开始缩小。肌肉一薄，你站立走路时的重量就全砸在膝盖软骨上，这就是膝盖开始不舒服的根源。第二个帮手是吃出来的问题，悄悄腐蚀关节。很多人觉得吃的清淡就是在保养，但饿了又爱吃点泡面、饼干或者甜点心，这种高糖分、高碳水配上劣质油的食物，对关节非常不友好。你吃进去太多糖分，它们在血液里乱逛，跟体内的蛋白质结合，产生一种不好的东西。这个过程会让你的身体进入一种慢性的发炎状态。把膝盖想象成一个精密的齿轮，这种慢性发炎就像把齿轮泡在酸水里，它会加速磨坏关节软骨，让它失去弹性，变得粗糙。
最后导致骨头磨骨头的剧痛。第三个帮手，也是最让人惋惜的，就是心态上的放弃。这是最让我心疼的一点。我常跟身边的老年朋友说，千万别觉得老了来不及了，这种念头害人不浅。科学数据很清楚，告诉我们，肌肉组织是人体里少数终身都能变强的器官。只要你还在呼吸，只要给到它正确的信号，哪怕你80岁、90岁，肌肉细胞依然可以重新变得结实。当你因为一次膝盖不舒服就彻底放弃走路、放弃活动，陷入越不舒服越不动，越不动越萎缩，越萎缩越不舒服的怪圈时，那才是最挽救不了的悲剧。知道了原因，接下来就是改变的关键时刻。我们要给双腿做一次彻底的重建，核心就2件事。第一件，清理淤堵；第二件，加固力量。先说第一件，改善血液循环，把腿里淤积的东西清走。血管是运送养分的公路，公路不通，你吃再多好东西也到不了地方。要想打通腿部的微小循环，不需要吃昂贵的补品，每天在家就能轻松完成。骨科病房里刚做完手术的人，要防止下肢出现血栓，靠的就是一个叫踩腿蹦的动作。有位快90岁的老人家，刚做完髋关节手术，他在病床上每天坚持做这个动作，结果住院期间双腿完全没有浮肿，恢复得特别好。出院后走路甚至比一些年轻人还要轻快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你平躺在床上或者坐在沙发上，双腿伸直，然后用力把脚尖往你脸的方向勾回来，勾到极限，感觉小腿后侧有拉伸的紧绷感，停2秒，接着再用力把脚尖往下踩，就像开车踩刹车那样，踩到极限再停2秒。这一勾一踩算1次，每天分早中晚做3到5组，每组做30次。因为小腿肌肉被称为人体的第2心脏，你这样用力勾脚和踩脚时，小腿肌肉就像一台强劲的水泵，不停收缩放松，把积在腿里的血液挤回心脏。这是最安全、最天然的循环疏通办法。配合晚上睡前用温水泡泡脚，水的温热能让你的腿部血管做一个温和的体操，恢复弹性。睡觉时在小腿下面垫一个薄枕头，利用重力帮助血液回流。第2天起床，你会发现双腿轻松很多。第2件事，增强肌肉力量，给膝盖搭上天然保护垫。养生专家有句话说得好，大腿前面的肌肉每强壮1分，膝盖承受的压力就减少10分。大腿前侧这块肌肉是你身体自带的顶级缓冲器，只要它够强壮，你下楼梯走路时产生的冲击力就会被它像弹簧一样吸收掉，根本伤不到里面的骨头和软骨。有位60多岁的阿姨，膝盖退化得很严重，出门下楼梯都疼得冒冷汗。后来她开始练习椅子起立，每天坚持，3个月后，她竟然能一口气爬上5楼，手里还抱着胖孙子。这个动作是老年人下肢训练里既安全又有效的办法。找一把稳固的有靠背的椅子，不要带轮子。你坐在椅子前半部，双脚打开与肩膀同宽，脚尖微微朝外，身体微微前倾，然后大腿和臀部同时发力，平稳地站起来。站之后，再控制住身体下降的速度，慢慢坐回椅子上。
注意坐下去的过程一定要慢，膝盖不要向内扣。每天做3组，每组8到12个。这个动作能很好地唤醒大腿前侧、后侧以及臀部的肌肉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有困难，那就练习靠墙静蹲，背部贴紧墙壁，双脚往前走1小步，然后身体顺着墙壁往下滑，滑到膝盖大约弯曲到130度时停住，保持这个姿势不动。注意，如果觉得疼痛就立刻停止。每次坚持到大腿发热再站起来休息。每天累计做5到10分钟。平时等车或者刷牙时，手扶着墙或水槽，双脚脚跟慢慢抬起，做垫脚尖的动作，再慢慢放下。这不仅能强化小腿，还能提升平衡感，降低摔倒的可能。有了循环和力量的框架，我们还需要往里面补充好的材料，并且建立一个稳固的防线。很多人天天坚持活动，但腿还是没力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身体里缺了合成肌肉的原料。很多长辈牙口不太好，或者为了控制指标，每天的饭菜就是白饭配青菜，顶多加点酱菜。这种吃法，肌肉只会流失得更快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存在一个叫合成阻抗的现象，就是对蛋白质的吸收能力变差了。所以你反而需要吃更多优质蛋白质，鱼肉、鸡胸肉、鸡蛋、牛奶或者无糖酸奶，还有豆腐，这些豆制品必须每餐都有。每天吃够你自己体重乘以 1.2 克以上的蛋白质，肌肉才有变强的基础。除了肌肉材料，你的关节还需要防锈保护。红色的番茄、紫色的葡萄、绿色的花椰菜，还有芭乐、奇异果，这些颜色多样的蔬果里富含天然的保护物质，是最自然的抗发炎食物。另外，不要把油脂当成坏东西。深海鱼油能抑制关节里的破坏性物质。多吃青鱼、三文鱼，或者每天吃1小把没有调味的坚果，让好的油脂把关节润滑得很顺畅。还有，千万不能忽略水。很多长辈怕常跑厕所，或者不太感觉到渴，一整天连1杯水都喝不完。严重缺水会导致血液粘稠，腿部的神经和肌肉长期处于供氧不足的状态。每天至少喝足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，这是底线。光吃和活动还不够，日常的姿势如果不纠正，你辛苦建立的防线随时会崩溃。拿出你的手机，设置一个每隔半小时就会响1次的闹钟，只要闹钟一响，立刻站起来，哪怕只是走到厨房倒杯水，或者在客厅原地踏步走2分钟，这就足以打断久坐带来的不良循环。其次，一定要改掉翘脚的坏习惯。当你翘脚时，你的骨盆会被强行拉歪，脊椎跟着扭动，身体重心全压在一侧的关节上，长久下来会导致高低肩、长短腿，还会让受压迫那一侧的膝盖软骨磨损得更快。坐着的时候老老实实的，双脚平踏在地上。最后，挑选一双能保护你的好鞋。随着年纪增长，脚底的脂肪垫会变薄，缓冲能力下降，去选一双底部够厚、足弓有支撑、后跟包裹性好的运动鞋。把走路融入你的日常生活，去公园散步，去市场买菜，让双腿在自然状态下保持活力。各位朋友，想要晚年不坐轮椅，不靠别人照顾，
你必须避开久坐、高糖饮食和放弃行动这3个坏帮手，并且通过踩腿泵清理淤堵，椅子起立，加固力量，配合充足的蛋白质和水分，改掉翘脚等坏习惯，来重建双腿。大家发现了吗？今天教给你的这套方法，没有任何一项需要你去买昂贵的器材，也没有推销任何保健品，全是你日常生活里最简单的小改变积累起来的。郑重提醒各位，拖延是健康最大的敌人。别等明天看完这期内容站起来去倒杯水，或者马上试坐一次椅子起立，你的改变就发生在此刻。把双腿的控制权重新握在自己手里。我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都能拥有一双强健有力的双腿，晚年不受病床和轮椅的束缚，真正掌握自己的人生自由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务必帮我点个赞、订阅、打开提醒。也请把这条内容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